要讲王洪文，你就离不开毛泽东啊。王洪文实际上是以毛泽东的一个棋子啊，这是挺可悲的啊。虽然我说过被利用价值最大化啊，但是如果你被利用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失败了，半途而废了，那岂不就是悲剧嘛？啊，那作为老百姓来说呢，那就多一个喜剧；作为一个你这个当事人来说呢，你彻底是沦为棋子儿，这是悲剧。毛泽东晚年啊，经过延安时代啊，大家知道毛泽东是集权的。很多人现在说毛主席，然后跟习主席相提并论啊，就是老是说习毛主席，这是其实是我们重金轻古啊，习主席那照比毛主席，那个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他妈的一个驴和一个大象相比啊，就是驴挺拧挺倔，但是他的实力跟大象相比呢，对，这就是你结果就是可想而知嘛。所以呢。我是没有暗喻美国啊，就是按他们的体积和他们的实力相比，就是驴和大象的区别。驴呢声音不小，除了声音不小之外呢，实力上来说它哪儿都小啊。大象呢，那是真的实力派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毛泽东啊有2个致命的优势，一个是人格魅力啊，毛泽东的人格魅力那是小学生比不了的。哎，就琴棋书画，咱们就是出口成章啊。所以那么文化水平高，个人魅力足。很具有煽动性啊！毛泽东的演讲啊，那跟希特勒的演讲是有一拼的。而且毛泽东呢，他对于这个中高层知识分子，他极其具有麻痹作用啊！就老毛讲话，老百姓无所谓，这个中高层，哎呦，一听就觉得这哥们懂啊，这哥们干实事的。这么一个毛主席啊，他人格魅力。那再有一个他的优势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他的这个革命资历啊，那也不是他妈的驴能比的啊！那他妈可以说从红船 sponsor 开始，大家知道中共一大，我讲过这段历史。中共一大搁那开第一次代表大会，好多人都说是苏联人给的钱，不是。那会儿苏联人没看上共产党，那会儿苏俄认为共产党算个球，是亲儿子不假，但是太小了，所以苏俄并没有重视。谁给的钱啊？毛主席啊，多新鲜！你还没想到吧？主席是深藏功与名，事了拂之去，人家从来不提。其实，同志们，有个事我一直没有讲，上海那个红船是老子出的钱。就是啊，我操，他给了$2万啊，$2万大洋。这我跟大家解过这个谜嘛，就是人家老毛是拿了是老吴给的介绍信去上海，弄了$2万大洋，$2万大洋里边还被骗走了1万，这孙子给骗走了。老毛剩1万一点没眯，全拿到红船交了这个银两啊，所以毛主席是那个时代开始革命的，那不一样的。那拿着1万大洋，如果老毛也撩了，跟老陶一样也撩了，那1万大洋在那个年代，1920几年，1万大洋那是大钱呀。所以毛泽东这2方面是完全是驴比不了的，所以他就经过了这个延安时代啊，他就开始集权啊。他的集权小助理呢叫刘少奇。嘿嘿，你看延安整风，整的不是风啊，整的是跟自己不一样的啊，党同伐异啊，那里边把毛泽东称为毛泽东思想的人，党史上没有过毛泽东思想，忽然就来了个毛泽东思想啊，这是就像定于一尊那个栗战书啊，捧习近平一样，那就是刘少奇干的啊。所以经过延安时代的整风，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党同伐异。之前没大规模，因为没成事儿，大规模就他妈败了啊，那帮蒋介石了。到了解放后。49年以后，我去，那他妈的老毛玩大了先是反右然后就是文革。到了文革66年到76年文革之后，这个期间毛泽东的这个有计划、有步骤的党同伐异，到中国历史上的集大成者。哎呦，那他的一人独裁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状态的。什么鸡巴习毛主席不好使就是驴跟象的区别。就是现代社会没有他那么集权的文明大国，就他们那一个。希特勒不如他那差远了。斯大林应该是也差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斯大林还没有达到想干啥就干啥的地步，所以基本上是天马行空，无法无天1976年之前的毛泽东是无法无天，他自己说的，我秃子打伞无法无天还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。世界范围内，当时在地球这个范围内，美苏2个超级大国镇场，他没办法，他做不起来，他弄点小打小闹的他割点韭菜，给外国人买点这个支持，但是他在中国境内呢，基本上想干什么干什么。
中国在那个时代等于是今天，如果年轻人不理解，你想今天尼日利亚、也门，哎，你就理解了。也门和尼日利亚在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尼日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在遭受什么苦难？你关心吗？哎，你也不关心。那个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号的尼日利亚或者也门，天天革命，外界并不清楚，可能也不感兴趣啊。那么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前，他的权力是达到了最高的巅峰啊。那么从经济上来说呢，就是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啊。大家看那个 GDP 表就能很明白的看到，从1960年到1976年，中国的 GDP 啊，全世界的 GDP 都是急转直上的，尤其是东亚四小龙啊，日本啊、法国啊，战后都是从1960年之后急转往上走。中国1960年到1976年这16年，中国的 GDP 是一条横线啊，不动，保持在一个1960年的冻结状态啊。之前讲这个8就是毛主席集权。毛主席集权的时候，中国人民可苦喽。毕福剑是过来人，所以说，哎呦，那个老逼养的把我们给折腾惨了，那是真话啊，我就不再多说了啊。我王说赶上他谢天谢地啊，我75年出生，赶上他了一个尾巴，所以呢，我没有太遭罪，但是这个尾声也很厉害，那个尾浪也把我弄得，我小时候弄得七荤八素的。我给大家讲过粮店的故事、肉店的故事。凭片供应的故事，我给大家讲过厕所的故事，哎呀，尤其是厕所的故事，还有我带了一根香蕉上学的时候被同学网暴的，那时候没有网暴，被同学霸凌的故事。哎，你就我老教授都知道，我小学1年级，我带了一根香蕉上学，哎，然后我就因为那个我遭到了巨大的霸凌，幸亏赶上好老师了，要不然我这一生啊，我都不能提香蕉2个字了啊。你想，我才7岁，我哪有今天这么皮糙肉厚的？那是心薄如纸啊，那他妈的一捅就破呀，所以完了，所以。这些事儿我都不想再回忆了，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小粉红要美化文革，我就必须要回忆啊。结果学王张江瑶，对，按这级别来说是王张江瑶，按级别按实力是江张王瑶。好了，一会儿我们接着聊啊。那么1000亿人民币上下啊，那个中国共产党后来美化自己的文革数字啊，就是最近这30年啊，不能否定30年，美化到了2000多亿啊人民币。哎，这无关痛痒，你再吹牛逼呢，人均 GDP 100到200人民币，大家能想象吧？那就国家经济处于一个什么赤贫状态？人均 GDP 100-200人民币，年啊，不是天啊，日啊，不是啊，一年啊，一个人中国人产值100到200人民币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啊，老毛啊无法无天，突发奇想。说突发奇想，因为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他想干啥？他心想事成啊，他突发奇想啊，他干什么呢？他说我这个自古以来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妈的，我们能不能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择国家领导人呢？哎，自古以来，为什么国家领导人都是王侯将相呢？哎，我去，老毛想了。体现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，我这个国家领导人啊，我培养的接班人就要是无产阶级。所以呢，1970年以后，我们看到了山西农民陈永贵，大字不识的陈永贵啊，当了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。哎，他不认识字啊，他大字不识一箩筐啊。陕西纺织女工。开纺织机的啊，叫吴桂贤，口天吴，桂花的桂，贤人的贤啊，贤才的贤，吴桂贤，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国务院副总理，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。王洪文是保安呐，还不是保安队长啊，保安小队长。王洪文，国家接班人，我操，那毛泽东是把他当国家接班人培养的。就毛泽东就开了这么一个先河，我操！为什么毛泽东怎么相中王洪文了？这就是王洪文的人生悲剧，哪怕是鬼生悲剧都尽在于此。他已经死了，他92年死的，已经死好多年了啊！鬼生也是悲剧，为什么呢？长得帅，就王洪文长得帅。那个张春桥当年是上海造反派负责人啊，就是王张江瑶反革命四人帮集团里边那个张春桥，他是上海的负责人。那上海这个造反派啊，夺权很厉害，最能打的就王洪文那个国棉啊，就是上海国营棉纺厂啊，国营棉纺第17个棉纺厂17厂，这个王洪文很厉害啊，纠结了好多这个造反派啊，工人造反派啊，就是打下来了另一个造反派。哎，这个过程拍了，上海有电影制片厂，那会儿没有手机，那会儿都是拿电影机拍，跟拍啊，
王洪文，我操，跳江起来，我操，砸烂一切，然后在那鼓动人民群众，形象甚为伟大。当然，这个电影并不是为王洪文一个人拍的，是整个一个上海造反派夺权的雄伟画卷的那个 video， 哎，就等于是博客吧，视频吧，小视频。今天拿到毛主席中南海那儿去，张春桥给递上去了。哎呀，江青、毛泽东、张春桥一起看，我操，一看在那万马丛中啊，一群挫逼里边怎么有一个白衣小将？挺一杆亮银枪，七进七出啊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此人是谁？毛泽东。此人是谁呀？王洪文。我操，毛主席就一眼相中了王洪文。就是王洪文的起家也是因为颜值，后来他死了以后，今天又被集美们给他翻出来了。集美们给他翻出来，还是因为他的颜值，就是他长得帅。换句话说，王洪文是长得真帅，所以毛泽东是通过上海小电影，哎呀，那个 AV 啊，看见了这个成人电影，就是这个打夺权的这个都是成人动作片吧？那我操，王洪文很能打，而且长得很帅啊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亮银枪啊，这个小将，咱们给他弄出来，哎，给他弄出来了。毛泽东一下就成了王洪文的小迷弟，靠颜值。毛泽东在王洪文的颜值面前立即沦陷，那就不用说江青了。江青本来在上海滩混过嘛，哎呀，一看那今天好多人，昨天好多人，我提两句王洪文，我说上海小开，说哎那不对，他是东北的，你们说的对，人家是长春人，你可不知道50年代长春人那是什么概念，那就是香港人，因为过去是满洲国，就40年之前是有满洲国的，满洲国是45年才消失的，满洲国是亚洲 GDP 第一，比日本强，长春叫新京。人家王洪文搁今天说那不是正儿八经的新京人，新京的，人家不土，洋得很。哎，你不知道那个，你今天你搁长春完犊子了啊！但是1950年代，就是王洪文20多岁、30来岁，60年代的时候，长春余威仍在，上海人亦不敢轻视长春，所以到今天集美们啊，又把他们王洪文的颜值给翻出来，蹭了黄轩的芳华流量。那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宿命，活着也是因为颜值，死了翻生还是因为颜值啊！毛主席对张春桥同志说：“王洪文啊，做过工人，当过兵，当过农民，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喽！我操，他条件比咱俩优越。”毛主席和张春桥俩货，毛主席跟张春桥说王洪文的条件比咱俩优越，你就知道那这个强大的背书，我操，那没人敢说。没人敢放屁了啊！毛主席接着说啊，毛泽主席接着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了解工农兵，还要调查研究。他自己就做过工农兵啊，他不用调查研究，他是亲身经历，所以他具备领导中国的条件了。所以老毛非常夸张的安排王洪文做自己的接班人。弟兄们，你们没听错，王洪文不是国务院副总理，王洪文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。当然，毛泽东在这一生中钦定过无数次接班人啊，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啊，王洪文是他的接班人培养。在中共10大提名，在中共的10大中提名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中共中央副主席，排名第3位。第一啊，不用说毛泽东；第2周恩来；第3就是王洪文。那什么鸡巴的康生啊、叶剑英啊、江青啊，那都在后边呢。所以邓小平被打倒了啊，那没有了。所以他就这么牛逼。啊，所以我小时候，在我懵懂的时候，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被打倒了，王洪文已经被打倒了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攻击他，所以呢，还能看见王洪文的照片。哎，王洪文那个就是10大的照片，就是他这么在毛泽东旁边拍手的照片，能看见。我们家有，我这一看呢，因为我小啊，我他妈3、4岁、4、5岁的小孩，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看中国共产党的电影、电视剧的。中国那时候没有电视 ，sorry， 共产党的电影，你想，我小时候看的地雷战、地道战、南征北战，你想想地雷战、地道战、南征北战，你看那个正面人物的形象是不是王洪文？你想想，你再看汉奸，全是中分头、小老鼠眼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全部都是用那个脸谱来定义正邪的，好人就是颜值高，浓眉大眼，那就是好人啊，特猥琐的那个就是坏人。我一看这是好人，我跟我爸爸说，我爸，王洪文是好人吧？哎呦，爸说，儿子可别瞎说啊，王洪文是4人帮，他怎么会是好人呢？所以我幼小的心灵画了个问号。在我上学之后，为了防止像我一样的幼小的同学们啊，幼嫩的同学们犯同样的错误啊，因为这是共产党打造的逻辑啊，所以同学们的脑回路都是他们一样的，都是傻逼嘛。
看到一个人五官端正，好人；看到一个人五官邪魅，坏人。所以共产党啊，在我年幼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办法啊，就是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以及邓小平同志啊、胡耀邦同志天才的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是不让王洪文的大头照出现，以代之以动漫。啊，你不是长得帅吗？长得帅，我不让大家看照片，我们给你画漫画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这期节目的封面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王洪文。就我小时候看到王洪文，跟你们今天芳华黄轩王洪文是不一样的。黄轩的王洪文是非常严谨，几乎是非常真实的复刻了王洪文的形象。就是王洪文真的王洪文活着的时候的啊，在台上的王洪文，大概比芳华里边的黄轩还要帅啊，还要气宇轩昂。但是颜值还要高啊。但是呢，我小时候可看不到这个。我们小时候看到王洪文都是那个漫画画的丑死了，我操！你知道的，你知道画的是王洪文，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汉奸小队长啊，就是那个6号客栈里边那个6号兵站里边那个汉奸小队长，把王洪文画成那样。所以呢，为了防止我们小同学把王洪文当成好人，哎，就用动漫来丑化王洪文。哎，所有丑化王洪文的动漫里边啊，所有的动漫丑化王洪文的形象里，王洪文必然有两样东西：一，他一定会怀里抱着一个，或者身上骑着一个酒瓶子，啊，一般的旁边还有个钓鱼竿，钓鱼竿上一般还都拐着个 S 型的弯，上面挂着一条鱼。哎，说你看王洪文就这样被他妈的中国共产党，就是他自己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看这样是丑化了，就是。一说八仙，我一说铁拐李，你就知道他有个拐；一说蓝彩河，你就知道他有个响板吧；你一说何仙姑，就是一个莲花；一说什么汉钟离，你就知道他有个护板，对吧？一说什么这个吕洞宾，哎，你就知道他们都有自己的道具，跟他一样会出现的。王洪文的道具就是一说王洪文，就是一个酒瓶子，再加一个钓鱼竿。哎，这是中国共产党就很厉害，就成功的把他丑化了。所以呢。很多人今天就说，哎，工农出身呐，包括毛泽东也说，工农兵出身他不会腐败的。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啊，这个观念，我从王洪文这个事儿上跟大家聊一聊，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啊。为什么？什么出身腐败不腐败与出身其实并无直接关系，甚至是相反的关系。真正制约腐败的是制度制约权力，权力受到制度的制约，它就能够不腐败。为什么日本内阁没人腐败呀？中国跟日本这么臭啊，天天攻击日本，我看没有一个大外宣大内宣说高市早苗贪污啊。为什么日本内阁敢公告自己的所有的个人资产啊？有2亿日元的、1亿日元的、几千万日元的都公告了，家里有几块地、几个房子、几辆车、几个存款、多少证券都公告了。我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在日本指出说，哎，这里这个瘪犊子藏着很多现金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真没有。就是敌人都挑不出来毛病，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就是几乎抓一个就是制度性塌方性的腐败呢？因为权力没有受到制度的制约。历史反而多次证明，工农兵底层人民群众出来的叛徒要多于资产阶级坏分子、地主坏分子出来的叛徒。最好的样板就是重庆的渣滓洞，那是最好的样板。渣滓洞里边的大叛徒后来都拍了电影了，叫李德山那个原型，有个叫高有根啊，这两个都是贫寒人家的苦孩子，反而是那个里边像江竹君呀、李清林呀，这里边正面原型啊，还有什么就是江姐的那些正面原型，还有叫杨汉秀啊，这都是地主富农，甚至是反动派的子女啊。最厉害的就是杨汉秀啊，杨汉秀是谁的闺女啊？杨汉秀的亲大伯叫杨森，杨森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四川的最大的头子杨森同志的侄女，那宁死不屈，绝不叛党。所以呢，今天也是一样啊。你看啊，出身富贵人家的孩子得到偶尔的帮助啊，往往感恩戴德啊。其实我没什么帮助他，我就是点拨他，到今天感恩戴德。反而是贫苦人家的孩子资助了，当然跟我没关系，都是跟一些演艺知名人士有关系。他们比如说孙俪啊，比如说还有一个特别心善的一个男演员，他们就是资助了很多贫困山区的大学生啊，就是从小一直顶到大学啊，一直给钱，完了极大概率的反目成仇。为什么不给我钱了？孙俪阿姨为什么不给我钱了？你都长大了，你不需要，不行，我恨你啊！你太坏了啊！你没有良心，你居然不给我钱了，我上了大学你就不给我钱，你必须给我钱啊！你要给我养老
啊，袁立是吧？啊，我继承孙立了，袁立啊，就是好多这样啊，不光是袁立啊，孙立啊，就是基本上都这样。所以毛泽东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，从工人群众中、农民群众中弄国家领导人，国家领导人不腐败，今天给王洪文翻案的也是错误的。说王洪文不腐败，你没见过他腐败，我跟你讲讲，那他怎么腐败的？那有邓小平同志在，那他还黑材料还能少吗？所以毛泽东是见过大钱的，所以毛主席是没有名义上的腐败的。但是毛主席因为他见过大钱呀，所以说毛主席怎么见过大钱？老王，你会儿看我以前的节目，毛主席跟他弟弟毛泽民在井冈山开中华钨矿的故事啊，就是那叫还扩红的故事啊，那就不是今天的内容啊。那么没见过钱的这些土包子，到了中南海天子啊皇宫里边，他有钱和权力的考验，这老毛就忘了，或者说压根就没想起来。所以呢，基层提下来的这些棋子儿呢，没有享受到你以为他会顺理成章享受到的高工资待遇。譬如说，所有人都知道18级干部制度，对吧？毛主席、周总理如果是1级干部、2级干部的话，那王洪文提上来是不是也是跟着2级干部啊？陈永贵也2级干部？不是，为什么？这就是刀比利有权利给他们卡住。所以吴桂贤就是那纺织工吴桂贤，纺织女工吴桂贤，真实故事跟大家讲讲啊。吴桂贤心里有病。有了病，什么病呢？造了病了。怎么造的病呢？我给你讲讲小故事。这个吴桂贤当纺织工的时候，月工资不低啊，是67块2，67元2角，那是很高的技术工人啊，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啊，67块钱。你知道我妈妈我爸爸那时候才30-40块钱工资，他们就是67块钱，很高工资。但是你到中央不一样了啊，所以他到中央工作以后呢，说那老师是不是给他提到670？没有啊，还是67块2角，平移过去了。国务院副总理啊，每个月67块2啊，吴桂贤同志，纺织女工。哎呀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啊，这个国务院有好多好东西啊，他以为是免费的。我说真的啊，你别笑啊，是真的。就是国务院不喜欢开会喝茶吗？国务院秘书局都给他们泡最好的茶。这个吴阿姨呢，就喜欢喝那个最好的茶。她喝了一杯又一杯，喝了一杯又一杯。她不知道这个一杯茶呀，在国务院会议啊，在中南海里边开会啊，你喝的茶是要计数的。国务院办公厅、国务院秘书局最后要报销的。所以一杯茶啊，领导人喝一杯茶是要收1角钱，就是1毛钱的茶叶费的。他不知道，然后他就使劲喝。赶上好茶我使劲喝。然后到那个发工资的时候呢，67元2角呢就没了，道歉了。为什么？一杯茶1角，您喝的忒多了，你净上厕所了。你看，你以为这个玩意儿是免费的？吴同志啊，从此产生了茶叶抗体啊，茶叶过敏了。喝茶喝出这么多钱去了。所以从那儿以后啊，我说的不是造谣啊，因为没有必要造这谣。吴桂贤是谁大家不知道，吴桂贤就中南海人都知道，吴桂贤阿姨从此一生不喝茶，就是反正再开会上茶，吴桂贤说啊，我喝白开水就好了啊，白开水好，他一直是白开水。所以这个你不要哈哈哈，你不要哈哈，从此再不能喝茶。没错，丽娜，别给我提茶叶啊，别给我提这造上病了。然后咱就说陈永贵啊，这是真的吗？请扩展阅读，自然知道真假啊。你别找错了啊，我哪3个字？吴桂贤啊，桂花树下的桂啊，一个木字旁那个桂系军阀的桂啊，贤不幸今时无古贤啊，贤才大德的那个贤啊。陈永贵啊。陈永贵是农民，吴桂贤还是工人，那妈工资高的67块，陈永贵就没工资。陈永贵没工资，因为是农民，那时候没工资，是挣工分的。陈永贵在大寨啊，山西大寨啊，那个他农民，那个地方的每个工呢是1块5，一个月出满工呢是45啊，一个月，也就是说陈永贵全部按出满工算啊，因为人家是国务院嘛，啊有点特权，所以陈永贵同志的每个月的月薪是45元人民币。那除了大寨给的月薪没断之外，山西省委省政府每个月给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补助100元啊，这是145了。然后中共中央再给陈永贵补助1块2的生活费啊，一个月36。所以陈永贵一个月的收入是100加45加36
啊，181块钱啊，陈永贵自打拿着181块钱的月工资以后，哎，表现出了跟吴桂贤完全相同的症状。陈永贵视金钱如老婆啊，如原配老婆，用起来十分节俭。他在国务院真正做到了啊，因为吴桂贤喝茶，陈永贵也知道，所以陈永贵作为后起之秀，看到了吴桂贤喝茶的惨状啊。陈永贵同志在国务院呢，戒骄戒躁，一毛不拔啊，在行为上、享受上以及人生乐趣上，都做到了克制的极端啊。这是陈永贵的，所以陈永贵非常的廉洁啊。他不是说对别人廉洁，他对自己都很廉洁啊，非常的板着啊。外宾访问中南海，送给陈永贵一些计算器啊，就是小的儿童计算器啊。陈永贵都不敢自己拿走，哎，怕哪天报销的时候又给他算个天文数字啊，所以就上交啊，所以这是陈永贵的行为啊。那3个从基层提拔的工农说完了，那兵或者保安王洪文呢？哎，王洪文是见过的，因为他是长春新京长大的，然后到了上海滩，哎，见过，但是没吃过玩过，所以呢，上海帅哥表现出了跟那2个土包子完全不一样的行为。王洪文在上海的月工资是多少的？定的也很高啊，68元人民币，68元也不低啊。文化大革命啊，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呢，王洪文没有像陈永贵那样，我操，那个视金钱如老婆，没有，非常克制。这一切的一切简直荒唐啊！陈永贵更不敢喝茶，对，陈永贵不敢喝茶，陈永贵都省下来带回去了最后。所以那王洪文呢，到了中南海以后啊，非常开心，玩的非常 happy 啊。他不光是玩钓鱼、理发烫头嘛啊，没有钓鱼、打猎，喝酒啊，尤其爱喝茅台、喝酒。哎，一会儿我跟你讲，他这仨事儿怎么栽的啊？谁带他喝酒啊？叶帅啊，叶剑英。所以这个里边你又得讲叶剑英这个人高。